最近網絡上有一股歪風吹得鋪天蓋地，看得我整個人火冒三丈。大批鍵盤俠和所謂的專家在瘋狂帶風向，說我們台灣第一艘自研潛艇海鯤號馬上要在2026年下半年交建了，結果手裡居然連一枚重型魚雷的影子都沒看到。這群酸民甚至在鍵盤後面冷嘲熱諷，說海鯤號下水就是個大型的深海移動鐵大蓋，沒有攻擊力，只能在海裡裝死，唱衰海鯤號性能根本無法和現代軍艦相比。我直接告訴你們，這純屬放屁。幸好有一些明事理的朋友反駁了這些酸民，不然我都要被氣死了。今天我們就用事實把这群酸民的臉打到腫成豬頭，並一起詳細了解一下我們的海鯤號。那些說台灣有艦無彈的人，連最基本的防務預算書都懶得翻。當初台灣為了這批重型魚雷，從2018年開始就直接編列了新台幣54億6058萬6千元的巨資，向老美採購了最先進的24枚MK48 Mod 6AT 戰雷以及4枚操雷。MK48 Mod 6AT 是什麼級別的武器？那是美國海軍現役最絕對的主力王牌，由特朗普總統在第一任期內親自批准的重大对台軍售，目的就是要徹底替換我們服役了快40年的德制 SUT 重型魚雷。這時候估計有人會跳出來槓了，說原定的交貨期程不是被俄烏戰爭引起的供應鏈產能短缺被活生生拖到了2030年結案嗎？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没彈可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只能說，這群人就是不懂軍事的假專家，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極度低消耗軍品。重型魚雷這種東西，因為單枚造價高昂，威力過分恐怖，從二戰結束以來，在歷次真正的局部戰爭中，幾乎就沒怎麼派上過用場。別說打仗了，就算是強如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演，每2年舉行一次的實際擊沉演練，也頂多極度奢侈的消耗個2枚左右。這就導致全世界的常規軍工廠在平時發現這玩意兒利潤太低，直接把生產線給閒置或者縮減了。而現在因為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各國都在重啟常規潛艇建造，這重型魚雷的供應鏈重新開機，當然需要時間來熱身、排產和調整。而且作为盟友的老美也沒有讓台灣乾等着。根據向立法院提交的最新確切官方報告顯示，今年底以前4枚高精度的操雷就會搶先一步交運來台，而大家最關心的用來真正殺敵見血的24枚 MK48 Mod 6AT 戰雷，則將在明後2年分批按時運抵台灣。由此可見，那些酸民以為的有艦無彈，在專業的海軍建軍規劃裡根本就是一個笑話。截至目前，我們的海鯤號在今年5月份就已經在港區與近海完成了2次操雷的裝填與模擬射擊測試，密度進行了高強度的起航調校。這就證明它的戰術動作、武器控制系統正在有條不紊的強力推進。至於 MK48 Mod 6AT 的威力，我只能說，有了它，海鯤號將成為真正的深海巨獸。據公開資料顯示， MK48 Mod 6的最高時速能夠飆到驚人的55節。如果它以40節的續航時速在水下進行絕對逆蹤航行，其續航力可以達到恐怖的50公里以上。無論是水下突防速度還是極限打擊航程，它都以絕對的奶差把舊款的德制 SUT 魚雷徹底秒殺。而更勁爆的則是這款魚雷內部能裝填大約650磅 PBXN 103高爆裝藥，一旦被它鎖定打擊，其爆炸威力所產生的恐怖水錘效應，瞬間就能把任何軍艦的龍骨給活生生炸成2截。無論是數萬噸的2棲攻擊艦，還是萬噸級的大型驅逐艦，只要龍骨一斷，它們就會在短短幾分鐘內被大海折成 V 字形，然後無情地沉入海底。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毀滅火力，可見 MK48 Mod 6根本不是為了和敵人玩什麼消耗戰的，它的存在就是為了在關鍵戰時進行一擊必殺的戰略阻截。而我們海鯤號那足足長達70公尺、寬約8公尺，從龍骨到帆罩頂高18公尺，排水量高達2500到3000噸的龐大身軀裡，有能同時容納18枚重型魚雷的巨型前部武器艙，是絕對毀滅級的存在。而且它的6管21英寸重型魚雷發射管還能直接兼容發射潛射型的 UGM84 魚叉反艦導彈。這種從深海射出能夠貼海綠海飛行的反艦重器，能夠瞬間在200公里開外的遠距離上構建出內外線重火力交叉網。如果還有人叫囂海鯤號是個繡花枕頭，那不妨開着你的船來親自試試這295公斤彈頭的水錘威力。當然，想要在波濤洶湧、洋流複雜的台海裡，或是敵人龐大的水下狼群裡，完美釋放出這驚天動地的毀滅火力，我們首先就必須讓海鯤號擁有在深海中絕對平穩、靈活的操作身手，以及一副堅不可摧的鋼筋鐵骨，才能發揮極致的不對稱戰力。
首先我們要明白，想要在水下精準釋放出足以炸斷龙骨的致命火力，潛艇在水裡的控制性能和姿態穩定度就必須達到外科手術級別的精細。如果我們把潛艇的武器系統比作刺出去的致命長劍，那麼它的尾舵設計就是決定這一劍能否精準刺中敵人咽喉的最關鍵要素。而在高雄台船厂区正式亮相並進行海測的海鯤號，其外觀最引人瞩目的跨时代升級就是它那標誌性的 X 型尾舵。可能很多人不懂，过去的傳統潛艇不都是十字形尾舵嗎？這 X 型尾舵到底牛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講，傳統十字形尾舵的4個舵面是各司其職的，水平的2個舵面管上下浮沉，垂直的2個舵面管左右轉向。如果在激烈的戰場上，其中一個舵面不幸被深水炸彈炸爛，或者遭遇機械故障卡死，潛艇在水下可能就會直接失去平衡，像個無頭蒼蠅一樣，一頭栽進深海的無底海溝裡，被恐怖的水壓擠成鐵餅。而海鯤號所採用的 X 型尾舵，4個舵面全部由高度數字化的先進線傳飛控操作系統進行完全獨立的精細控制。無論是進行水平方向的蛇形機動，還是緊急情況下的垂直大角度上浮下潛，它的每一個舵面都能在電腦算法的驅動下同時發揮作用。因此，它的水下操控灵敏度和轉彎半徑與傳統潛艇相比，有了幾何級數的逆天提升。更變態的是，它自帶極強的戰場生存備用機制，哪怕在生死一瞬的戰鬥中，不幸被敵方的反潛魚雷炸傷了其中1個舵面，剩下的3個舵面依然能完美進行電腦控制的自動補償，繼續保持航向，保住整艘潛艇和全艇官兵的性命。不僅如此，台灣周邊的台海地形其實非常特殊，西側是平均水深只有大幾十米的淺水台灣海峽，而東側則是深不見底的太平洋。十字形尾舵因為最下方的舵面是筆直向下延伸的，在淺水區或者複雜近海活動的時候，極其容易磕碰到海底的突出礁石、沙壩或者神船。而 X 型尾舵的設計則完美避開了這個致命的缺陷，它向下伸展的極限長度比十字舵要小得多，能夠讓海鯤號像一只靈巧的深海飛魚一樣，在複雜的淺水區肆無忌憚地貼地前行，極大地擴展了它的戰術機動空間。而且海鯤號還在 X 型尾舵的旁邊極其罕見地新增2片水平安定翼，這2片水平安定翼與尾部的 X 型尾舵在水下組合在一起，在視覺上呈現出一個極具衝擊力的米字形結構。之所以如此設計，主要是深度借鑑了世界頂尖常規潛艇設計，如以色列海豚級潛艇的成熟實戰經驗。其核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將潛艇的高速橫軸穩定度增加到極致。在面對敵方反潛機、反潛直升機和驅逐艦的瘋狂圍剿時，海鯤號可以借由這2片水平安定翼大幅強化攻角或響角，讓整個龐大艦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加快緊急上浮或者直接遁入深海。在生死一瞬的深海獵殺中，你的動作比敵人快1秒，就能徹底躲開敵方反潛導彈和火箭申彈的致命轟炸。除了讓人嘆為觀止的靈活動作，海鯤號的抗打擊能力與承壓能力也迎來了史詩級的全面蛻變。它的船體內部直徑達到了驚人的8米，這個尺寸已經顯著超越了台灣現役的老舊荷蘭制劍龍級潛艇。更重要的是，它的艦體外殼採用的是極其高規格、由中鋼公司全力攻關研發的HSL180高強度耐壓特種鋼材。這種軍工級特種鋼材賦予了海鯤號無與倫比的深海抗壓韌性，讓它的額定安全前身比老舊的劍龍級潛艇直接多出了整整50米以上。50米在陸地上可能只是個10幾層樓的高度，但在水下每多下潛1米，潛艇外殼要承受的水壓就是天文數字。而多出來的這50米安全前身空間，意味着海鯤號可以從容地遁入更加難以被敌方探測到的被稱為潛艇天然庇護所的深層溫跃層裡，成為名副其實的深海刺客。說到這兒，我必須嚴肅地聊聊酸民們最喜歡揪着不放的身世之謎。當年海鯤號在高雄舉行下水暨命名典禮的時候，為了高度保密，很多關鍵的軍事機密部位，比如艦首魚雷管、艦舷聲納陣列和尾部轉軸，都被嚴嚴實實的用特制中華民國國旗和巨幅布條遮擋了起來。結果潛艇界知名分析師薩頓先生，還有我們的軍事分析家梅復興先生，通過拿着放大鏡觀察那些未遮擋的鋼板焊接線條細節，指出海鯤號的船體中間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水下排水縫孔，其位置和外形與台灣在1980年代引進的荷蘭制劍龍級潛艇，也就是海龍號和海虎號存在着極高的一致性。薩頓先生更是直言不諱地斷定，海鯤號的船體結構是典型的略顯傳統的單双混合壳体結構，也就是在潛艇的終端採用單層高強度壓力殼，
而在潛艇的前端武器艙和後端动力艙則採用不承受壓力的雙層軟殼。這種設計痕跡在他們眼裡毫無疑問是延續了荷蘭劍龍級的基礎藍本。然後酸民們一看這個分析，立馬在網絡上敲鍵盤高潮了，瘋狂嘲笑說台灣折騰了9年，砸了幾百億，結果只是在山寨40年前的荷蘭老古董，根本毫無進步。我只能說，這些酸民的腦子真的是被驢給活生生踢了。你們對現代軍工科技的迭代力量一无所知。和建造普通的水面驅逐艦相比，常規动力潛艇的船體結構設計，其複雜程度和技術跨度簡直是地獄級別的。因為潛艇在深海裡進行頻繁的上浮和下潛時，內部極其複雜的重量配平、3維浮力計算、流體力學線性設計，需要積累長達數十年的海量實際航行經驗，以及極其龐大的超級電腦模擬檢驗數据。如果你要完全從零開始閉門造車的去開發一個全一代的常規動力潛艇船體，不僅在工程上會遇到無數難以攻克的技術瓶頸，整個研發周期和資金成本更會直接陷入徹底失控的無底洞。台灣在自研潛艇之前，完全沒有從零建造大噸位現代化潛艇的工業經驗。我們手裡唯一擁有的成熟參考，就是當年購買劍龍級潛艇時一併合法獲得的經過幾十年實際航行檢驗的完整設計藍圖，選擇以成熟可靠且被台灣海軍完全摸透的劍龍級船體設計為堅實的工程基礎，再結合現代高強度鋼材、全新的數字化模塊，進行全方位的舊瓶裝新酒時的魔改和技術升級。這就是全世界最便捷、最穩妥也最聰明的自主開發路線。更何況海鯤號體內流淌的早已不是當年的舊時代荷蘭血液。前美國海軍常規潛艇声納什亞倫在 YouTube 上早就一針見血地幫我們梳理了海鯤號的高貴血統傳承及它的單雙殼混合設計，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的經典白魚級設計。之後美國把图紙直接提供給荷蘭，演變成了荷蘭的劍魚級和我們的劍龍級。現在的海鯤號本質上是一個採用了歐洲最先進、最合理的經典船體空間布局，裡面塞滿了老美現役最頂級的數字化戰鬥裝藥、作戰大腦與全套偵搜系統，再由台船公司耗費9年時間完美實現本土化，自主制造出來的無敵混血深海死神。它既完美保留了歐洲常規潛艇極高的水下合理空間布局和抗沉安全性，又深度融合了美軍独步天下的深海毀滅性火控與打擊火力。然而在残酷的深海獵殺裡，就算你空有一身使不完的蠻力和坚不可摧的鎧甲，如果你是個瞎子和聾子，你也只能注定成為別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海鯤號在台海裡真正敢於向任何强大對手亮剑的最大底氣，其實藏在它那被誉為全球常規潛艇頂級天花板配置的黄金雙耳之中。如果說众星魚雷是海鯤號無情摧毀敌方舰艇龙骨的致命鐵拳，那麼它的數字化声納系統就是決定它在黑暗冰冷的深海中能否搶先一步鎖定敵人命門，掌握絕對制海權的超級黃金雙耳。在潛艇戰的隱蔽世界裡，向來都是先發现先開火，後發現當場升天，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因此為了讓海鯤號在台海環境裡擁有絕對的聽覺壓制優勢，老美這次直接大開綠燈，對台灣進行了毫無保留的傾囊相助。根據已經公開的無遮擋外觀照片和海軍內部透露的技術資料，海鯤號的身上至少同時武装了3套功能互補的數字化声納系統。首先，在它那高耸流线型的帆罩上方前方配置了极其精密的拦截声纳，這套聲納使用的是高頻聲波，雖然因為頻率高導致聲波在海水裡的衰減速度非常快，無法看清幾十公里外的遠景，但它在近距離探測上的空間分辨率高到令人發指的程度。它就像是海鯤號的水下盲区雷達和倒車雷達，專門用來精密定位潛艇前方的主動障礙物、暗礁以及水下極其危險的複雜地形。哪怕前方有其他同樣靜默、停機裝死的地方潛艇，或者突然出現的海底未知山脈，都絕對逃不過這具拦截聲納的數字化法眼。而在海鯤號舰首的斜下方，則裝備了一套體積巨大、功率充沛的主動數字圆柱狀聲納。一旦進入全面戰鬥狀態，這套主動聲納就會像深海裡的強光手電筒一樣，向大洋深處發射出強大的數字聲波，遇到任何敵方的隱蔽潛艇或者水面軍艦後反射回來，瞬間測定目標的精確距離和速度。不過作為深海裡的刺客，主動開聲納發射信號，等於是在漆黑的密室裡主動點燃火把，在照亮別人的同時會直接暴露自己的絕對位置。所以海鯤號真正的核心王牌，平時巡航用的最多的是它的第3套听觉神裝，部署在舰舷兩側足長達40米左右的超長低頻被動陣列聲納。根據台灣知名軍事專家梅復興先生的嚴謹水聲學分析，
海鯤號的這套艦舷被動聲納陣列，其物理長度要比以色列海豚級潛艇上的同類陣列整整長出了2/3以上。在物理學和水聲學的基礎規律裡，被動声納陣列的物理長度越長，意味着它能接收到的低频水声信号波长就越長，捕获遠距離微弱聲音的能力和方位分辨率就越是成倍、成指數級的飆升。因此，當海鯤號在大洋中執行伏击和圍剿任務時，它會完全關閉一切主動信號，化身成一個與海水融為一體的絕對安靜的傾訴者，靜靜地躺在深海的特定深度，用着長達40米、源自美國軍工原廠的頂級數字声納陣列，瘋狂傾聽、捕捉幾百公里外大洋中任何一絲不尋常的機械雜訊。無論是敵方水面艦艇螺旋槳在高轉速下產生的獨特空炮頻率，還是敵方常規動力潛艇內部柴油機或者泵體機械摩擦的細微雜音，海鯤號的作戰電腦系統都能通過龐大數據庫裡的聲紋進行瞬間的自動識別、歸類和精準定位分析。當年台灣原本是想向歐洲走商業渠道，引进法國和西班牙联合生產的 S80 潛艇声納系統，結果因為各種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和對岸的强力打壓，一如既往的被卡了脖子。誰能想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2020年12月份，台灣直接拿到了美国国務院簽發的關鍵組件輸出許可證，一步到位拿到了美軍现役核潛艇主流級別的數字聲納系統，以及由洛馬公司親自集成的全套 AN/BY-91先進戰鬥整合系統。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海鯤號的這雙耳朵和它的數字化大腦，和美國海軍現役的弗吉尼亞級、洛杉磯級核潛艇在軟件算法和系統架構上是高度同源，甚至可以数据兼容的。它的聽覺灵敏度和戰術情報處理能力已經毫無懸念地一躍躋身目前整個主流常規動力潛艇的頂尖第一梯隊。另外，為了保障這套黃金雙耳在遭遇反擊時能夠發揮出最大的戰術欺騙效果，海鯤號在船體後側兩側還一口氣配置了足足12個氣動式魚雷誘饵發射裝置。這個誘饵數量要比一般的北約、日本柴電潛艇還要多出一截，足見台灣海軍在設計這艘潛艇之初就徹底貫徹了將生存力與戰術聲學欺騙拉到滿格的自衛邏輯。講到這裡，有觀眾可能要在評論區問我了：你今天把海鯤號誇得這麼天花亂墜，難不成它就真的完美無缺，一點技術弱點和短板都沒有嗎？當然不是，海鯤號作為我們第一艘自主研發的原型艦，在目前的技術節點上確實存在着2個美中不足，需要後續量產來解決的現實軟肋。第一個在軍事圈引發廣泛討論的就是它的消音瓦缺失問題。消音瓦這玩意兒是現代頂尖常規潛艇和核潛艇原來實現深海絕對隱形的終極法寶。不管是美國的核潛艇，還是英國的機敏級、日本的蒼龍級和大鯨级，全身上下都會貼滿這種特種合成橡膠消音瓦。以美軍的消音瓦技術為例，單層就能直接把潛艇內部散發出去的機械噪音降低25分貝，雙層甚至能瘋狂隔絕40分貝以上的雜訊。分貝在聲學裡是指數級計算的，降低40分貝等於直接讓敵方反潛驅逐艦主動聲納的探測距離縮水了1大半以上，讓潛艇變成真正的水下幽靈。但是從目前海鯤號公開進行的所有海測和出廠的高清照片來看，它的外殼鋼板依然是一片光滑，我們完全找不到它安装了消音瓦的任何明確痕迹。這是因為台灣目前在常規潛艇消音瓦的工業級大規模制造，以及在複雜海水環境下的高強度粘貼技術上，確實還沒有完全成熟。未來如果想要徹底完善這個靜音拼圖，恐怕還需要在第2艘量產艦上繼續向美國或者歐洲堅實盟友去爭取引進相關專利技術。第2個美中不足的系統軟肋是它的傳統動力心肺。作為海鯤級的第一艘原型艦，為了確保絕對的安全性和工程成功率，它目前使用的是技術非常傳統、成熟但略顯保守的柴油發動機，加上铅蓄電池動力組合，體內並沒有安裝現在歐洲和日本非常流行的一體化 AIP 崛起推进系統。這就導致海鯤號在水下進行高強度潛航一段時間後，必須周期性的浮到接近海面的通氣管狀態，開啟柴油機進行痛苦的充電。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暴露幾率，限制了它的連續水下續航時間和絕對隱蔽性。不過在座的各位粉絲先別急着失望，更不要聽信酸民的嘲讽，因為台灣造船業和海軍的設計思路其實極具跨時代的前瞻性。他們通過深度研判全球技術趨勢，直接選擇跳過了日漸落伍、系統繁瑣且帶有安全隱患的傳統燃料電池 AIP 系統，完美參考了日本防衛省最新型大鯨級常規潛艇的跨代設計路線。在接下來的後續7艘量產型潛艇和龐大建造規劃裡，台灣已經明確計劃全面引入能量密度極高、充電速度極快、壽命極長且能支持水下高航速的最新鋰電池技術，
來徹底替代傳統的沉重鉛蓄電池。只要後續量產型潛艇的鋰電池模組全部到位，海鯤號系列的水下隱蔽戰鬥時間將會獲得脫胎換骨式的質變暴增，完全可以連續在水下潛伏數周而不需要浮出水面。而海鯤號作為台灣從零開始突破國際重重封鎖，硬生生造出來的第一艘原型艦，在不到9年的驚人時間裡就能順利完成极其繁瑣的泊港測試，並在今年順利啟動高強度的海上測試，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現代軍工奇蹟。當海鯤號在今年順利帶着自主推進動力，亮度穩穩的以極具威嚴的姿態扶航駛出高雄港外海時，港口兩岸無數頂着烈日圍觀的台灣民眾和軍事迷都感動到當場紅了眼眶。那些在境外社交媒體上瘋狂造謠說海鯤號潛航5小時後因為鋼板不行導致艦體變形裂開的低級黑網軍，他們的認知作戰和惡毒詛咒，在海鯤號劈波斬浪平穩馳騁的真實高畫質畫面面前瞬間碎成了滿地的渣渣。海鯤號用自身主機的完美强勁運轉和精準的轉向機動，直接向全世界的所有質疑者給出了最強硬的宣告。它的輪機系統，它那先进的 X 舵控制，它的整套动力和航仪整合沒有任何致命問題。接下来，它只要按照既定計劃，一步一個腳印的去攻克50公尺的潛水強航調教，以及200公尺的深水極限強航測試，並在今年年底前拿到4枚美制操雷，進行實際的水下管路實彈發射測試，那這只深海巨獸就將徹底完成它的終極進化，正式編入海軍序列。至於因海鯤號而構建的全球隱形援台兵團，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給我留言，我會在之後的節目中就提及。本期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是否認可海鯤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節目再見。